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，可能 BTC 要盘整到2026年，最近是没有在操作，如果真的有下跌，再看要不要100叉。因为1月份的时候，当时10万左右看空到7万5，后面在7万5再做多，但是最近感觉没有必要为了10%左右的波动，可能操作浪费手续费不说，还不一定会有像2年之前都是10几倍、几十倍的大利润。那等下来分享一些图表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个 Vegas 指标。那这几天一直在提醒，我是感觉这个位置有可能比特币还是在盘整，虽然 Vegas 指标是在10万交叉，它还不一定会像2025年1月份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位置要是10万交叉576跟676通道，那我记得是很清楚也就是在这一根 K 线的高点2025年1月20号的时候，反正当时是在10.7万左右，包括 YouTube 视频交易群或者是推特。我们来看一下推特上面，也就是1月20号的时候，当时是有提醒可能10.7万左右，要注意风险。不过当时我也没有做空后面是跌了接近30%，跌到7万5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包括1月20号的时候也是有提醒，4个小时里面感觉比特币有一个要命的钻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，也就是反正我是在10.7万左右，比特币是平了3笔不过这一波牛市狗狗币确实是有一点可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 Discord 群上面这一个小组，也是同样2025年1月20号、21号左右的时候是提醒，感觉蜡烛有一点难砍，你要防我是怕又要跌破9万美元。后面也是提醒4个小时，这些记录是没有编辑过，4个小时里面感觉有一个要命的钻石，以及后面也是继续建议，比特币如果真的有从10.7万回到8万左右，我是感觉应该买50%，或者是有跌到7万4，后面反正新的资金是全部在all in。这笔记录没有编辑，当然像有编辑过的记录会像这种记录，它后面会显示已编辑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反正是在跌到7.5万左右的时候，当时是短线里面有亏损也是通知，反正我 75K 就是这一笔 75K 就继续再做多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个 Vegas 指标，那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盘整，有可能它还会有低点，但是不一定会像2025年1月份的这种下跌，就是从高点下来有可能都是30%左右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区间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，比特币其实有几次盘整，它都不肯再回到就是这个箱体里面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聊的，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它只是在这整个箱体里面很重要的支撑，可能就是10万美金。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又低于10万美金，但是新进场的朋友，你操盘的手法跟我在这边分析的方法分析不一定会准，但是你在操盘上面一定要留一部分自己的资金，或者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，去防它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低于那个10万美金。那这个位置盘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4个小时里面 Vegas 指标在这边10万交叉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10万交叉其实从当时比特币在2024年3月份涨到高点以后，后面我们再画到就是这个位置再一次黄金交叉的位置，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时间是200天的时间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，也就是2022年当时底部起来之后，当时是在这个区间就有猜测，有可能比特币如果涨到某一个高点，它会有一个180天左右的盘整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同样就是当时比特币涨到这个3万美金的高点，
后面在这整个区间里面洗盘，它其实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到接近这一个黄金交叉的位置。当时比特币的时间是180天到200天左右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那现在的比特币，如果我们从 75K 涨到当时这个高点的位置，我们不从这个高点以及这个高点，就以这个高点，因为后面这些位置基本上有可能都是区间盘整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，如果接近200天左右，也就是从这个高点计算200天，大约有没有可能是在2026年的2月初，比特币会不会涨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链上的数据，今天来看一下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11月2号，昨天全天24小时波动，就是截止到11月3号早上8点的时候，亚太时间啊，反正持有100枚的钱包地址是再买了1700枚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盘整，如果它还有低点的情况下，我们尽量去观察整个区间，如果全部都是在盘整，你去留意一下，这一次是有一点不同，因为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低点比这个低点低，但是它这个 MACD 指标是没有背离哦。比如前面几次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但是在 75K 的位置，它是很明显的 MACD 的这一个红色的柱状，是一个峰比一个峰要高，或者是现在盘整的话，我们也要防，就是虽然这几个区间有多头抵抗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我们也要防，如果它真的重心在下移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会不会有一次插针，然后价格再起来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整波牛市当时的这个区间也是有一个插针，在这个 50K 附近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2023年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位置盘整也是有一个插针，那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记得是很清楚啊，也就是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是在这个高点，因为当时也是有很多粉丝朋友是提醒，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看跌楔形的结构，包括后面这个位置感觉也是有一个看跌楔形，就是逃顶在这个位置后面崩盘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崩盘到这个低点，后面是在29000到3万左右，又建议应该是要看涨。不过我们看一下，它这边是有好多组的多头抵抗的 K 线，比如说像这两个多头拇指线、多头拇指线成型多头吞噬，然后是在这一根插针以后，第二根马上多头吞噬，后面价格就反转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下方的 MACD 指标，就是非常的漂亮，很明显的一个 MACD 指标的背离，后面价格就开始上涨。所以现在的比特币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以前也是有教过一个方法，如果你看到，当然最近的价格它一会儿在这一个我们散户的生命线20MA 上方，一会儿又下去，一会儿又上去，一会儿又下去，那或者不然就观察吧，如果真的有这种挖坑的位置，你去留意一下下方的 MACD 指标，到时候的情况有背离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，或者是真的在明年的2月份比特币会不会爆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以太坊也是同样，它价格在这个20MA 下方，那不然短期观察吧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盘整，你就留意这几个下灯线的位置会不会支撑。以及我们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也是同样，目前价格是在这个20MA 下方，那或者短期就观察吧，这个下灯线的位置狗狗币短线会不会支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